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四国战记2代》。本作一大特点就是很多的敌方单位可以在现实当中找到原型，比如说刚才打的眼镜蛇直升机，还有 CH-53 种马，以及地面的740式坦克和87式自行高射炮。本作是2代，但是和1代相比呢，它换了基板。所以说整个屏幕的比例呢就变成了横屏，因为1代呢还是竖屏。2代不仅是换了基板，而且开发的小组也变了，因为开发1代的小组自己去做了一个公司，叫做彩晶。刚刚屏幕的右下角还能看见毛毛的演唱会的海报。我记着录制1代的时候，我使用的就是毛毛。这个大京都的电视塔是自己掉下去的啊，我没有碰它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了，场景来到了超京都站。第一关的 BOSS 毕竟难度是不高的，发射的武器呢空隙很大，而且有一种子弹咱们可以把它打碎。你看 BOSS 红了闪光了，就是快挂了。好，第一关过关。本作的流程还是比较长的，一共有10关。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物了，艾伦和辛迪的2人组。这2人组我小的时候一度认为他俩是母女关系，但现在知道不是了。艾伦呢是管家，辛迪是这个家的大小姐。这里呢我没有开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屏幕左侧这2个楼可能很多小伙伴认出来了。现实当中呢，毕竟发生了不幸的事件。那为了尊重事件的当事人还有家属呢，这里我就没有开枪，因为你开枪的话，容易把这2个楼打爆了。因为游戏出品的时间还是1994年，比较早了，所以当时呢做这个场景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反过来看呢，做游戏还是尽量不要采用现实当中的场景、人物等等，真的容易出现问题。好，这里的摩天轮打出了一个炸弹，也可以说导弹护身雷。雷的话6个就满了，你不能吃第7个，吃第7个就是加分了。好，本关的 BOSS B2。我的火力又退回来了，不是最大了，因为本作的系统上呢也沿用了初代，就是当你的火力吃到最大之后，你开一定的枪数，你的火力又会退回上一级。那不同的飞机呢，你开枪的数量，最大火力保持的开枪数量是不一样的。我驾驶的这个 F14熊猫式好像是能开80多枪。第3关，这就是一个奖励关卡。虽然本作流程号称10关，但是有2个奖励关，所以说你大概可以认为它一共有8关。关卡的特色呢，就是会给你很多批，但是批多了呀，我完全是忙活不过来的，精力不够。第4关，这里见到了第2预警机。这个批留一下。那其实高手玩的话，每个批什么时候吃，它都是非常讲究的，用来秒一些精英怪。我吃起来就比较随意了。所以说，这也是咱们普通玩家和高手差距就在这儿。那高手玩飞行射击游戏呢，人家屏幕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玩的话呢，就是子弹让我去哪儿，我才能去哪儿，差距很大。本作的这些现实当中的武器原型，如果有很多小伙伴的了解的话，你可以刷弹幕，给大家也科普一下。一个雷一个劈，这样 BOSS 战。
这是协和号吧？连客机都能来跟我打架了，还是2个。这个 BOSS 也不凶，我趁他们俩同屏的时候，还射了一发导弹。2个在一起的机会毕竟比较难抓呀。第5关了。这个版面我自己还是背了一下的，但是背的不太全。高手玩这个游戏，我估计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了。版面推到哪儿，往哪边走。现在敌方的飞机的子弹快了很多，但其实这种火力是最好躲，因为它指向性非常强。你稍微让一下，子弹就过去了。右边的仓库打爆了，有一个炸弹。我扔炸弹的位置还是比较固定的，因为有一些地方呢躲不过去，小的时候就躲不过去，到现在就更不用想了。现在的反应能力还不如原来。BOSS 战，这个大战车是真大呀，但是这个战车的弱点呢也是子弹的空隙太大了，而且呢边上的子弹都可以打碎，完全可以不用考虑，躲中间的就行了。中间缝隙还大，红了。前面一半的关卡难度都不算高。这2个角色我记得3代也参战了。3代的话，艾伦是穿着婚纱，在婚礼上被拽来参战的。但当年真的以为他俩是母女，而且也以为曹孟德竟是我自己啊。这里的坦克打起来其实是很讲究的，打的顺序我也是和别人学的。这个船应该是海影号吧？潜艇前面呢会一起出来3个，这3个呢是比较难处理的，但是呢有规律，你站在它正中间，它打不到你。第1个和第2个都是利用这一点来清掉的。第3个剩1个就好办多了。那其实本作很多的敌人，他的子弹的空隙就是正中间。虽然说呢，可能留的弹道比较窄，但是你也可以挤进去。BOSS 战了，这里第一次看见这关的时候，我记得不是我玩的，我看见别人玩，我觉得因为出现 BGM 了，我还以为这个船是 BOSS 呢，结果后面出来一个大的。这是一个超级的武库舰，2个阶段，先打这儿，弱点也是普通子弹空隙大，空隙不大的子弹能打掉。咱们的炸弹满了，可以放1个了，但是要注意啊，这架飞机的导弹，你想放的话提前放。它的护身时间是有延迟的，这点超级坑。一般来说，飞行射击游戏，如果你的导弹不护身，或者说护身出来的时间比较晚，那这个飞机呢就感觉弱一些，很多小伙伴不爱用。又是一个奖励关。还给了个炸弹，幸亏呢上一关放了一个。
刚刚吃到了一个 F 呢就是满的意思，直接把你的火力加满。但是最大等级呢也只能维持这么80多枪。这关咱们的导弹又满了，找机会要放一下。已经是倒数第3关了，所以说咱们计算一下呢，大概每关可以放3个。这个地方我放了一个，因为右边的飞机呢爆出来一个导弹。这里的 P 就很多了。这个飞机的弱点也是正面，咱们至少遇到了5、6种精英怪，它的弱点是正面了，可以钻它中间的弹道。这些加分的道具呢，也是当它闪光闪到最大的时候吃，分数是最多的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3个形态，上来先一个导弹，2形态比较简单，3形态呢仍然后面找机会放一个导弹。放的时候贴上去，行了，边上的2门炮打碎了呢，那这个 BOSS 就好打了。第9关，到第9关呢，难度就更高了，这里要讲究一下背板。其实飞行射击游戏做到这个阶段呢，它出现了一个特点，就是 BOSS 战还有你攻关的阶段呢，可以分开来看。二者的玩法其实是不同的。每关的流程当中呢，你最好是背板，在敌方出现精英怪的时候，尽早的把它干掉。BOSS 战呢，你往往需要掌握 BOSS 的攻击规律，因为 BOSS 的攻击规律呢都很强，所以你一旦掌握了，那这个 BOSS 其实难度就不大了，甚至很多 BOSS 呢，你可以找到它的安全位。那玩家玩的时候，总会遇到一个现象，就是 BOSS 战比较简单。但是每关的流程呢比较难。这关的 BOSS 可以这样说，我不太认为它是一个第9关的 BOSS 应有的强度。如果他说是第2关的 BOSS， 我完全不会惊讶，因为他的子弹缝隙都非常非常的大，特别好躲。大范围转移，好的，这样他就炸了。他召唤的这2个小僚机，你在应对的时候最好呢打爆1个，而且它这个僚机的缺点也很明显，这个僚机呢只会发射1次子弹，而且这个子弹呢是2发，中间对着你，就是说你站那不动，它都打不到你。特别的离谱啊！这个 BOSS 我觉得还是难度应该稍微加强一些。咱们已经到达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的小怪基本上只有这1种，发射3项子弹的，这个就超级简单。而且咱们现在5个雷，小 BOSS 战，这个猴子呢，大家比较熟悉了。它的攻击方式还有双手蓄力，蓄力也很简单，但是比较难对付的就是召唤这招。应对召唤呢，我一般都是放雷。后面呢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这个最终 BOSS 长得也相当邪恶，
非常吓人。这里先打一个小精英怪，给了个 F 全满。咱们5发雷全满的火力，那打他肯定是不难了。但是希望大家有精神准备啊，不要被这个 BOSS 的凶恶外表吓到，还是很恐怖的，童年阴影啊。好了，开打就是这个货啊，浓眉大眼的。你看他这武器，这火力多猛啊！3发的发射呀，太不好躲了。咱们放雷吧，不放雷我感觉我的水平躲不过去啊。最后呢，他恼羞成怒来撞我，但是撞偏了。这通关之后呢，辛迪偷偷的把飞机开出去了。我补充一句啊，这个飞机呢是辛迪的生日礼物，就离谱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4国战记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